这魔王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沉淀了500年，好不容易再次复活，本以为可以统治新的世界，却不料这个到处都是高科技的时代，他竟然连路边的一个小混混都打不过。曾经他那最引以为傲的无垠唱魔法，别人只需植入一块芯片便能轻易学会，甚至施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。但一开始魔王还没意识到时代的变迁，被属下复活后仍是不忘初心，还想继续上一世的统治。可白毛告诉他，如今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，在男主沉睡的第420年，他们生存的魔法世界遭到了极大的自然灾害，与另一个次元的高科技世界相互融合。起初双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，导致人口缩减到只剩1/10，于是他们签订了和平契约。之后在魔法与科技的相互结合下，迅速发展成了一个新世界的样貌。为了让他们回想起被魔王支配的恐惧，于是男主向天释放了一招独有的魔法奥义。可没想到不仅效果微乎其微，甚至还被人嘲笑是个傻逼，竟然有人会在城市里使用操控天气的大魔法。随即周边也响起了警报声，白毛见状立马拉着男主离开。原来自从签下和平契约后，男主的不死军团就被当成了非生物的邪恶存在，因此也被各方势力视为驱逐的对象。男主曾经手下最得力的6大魔猴，如今3个下落不明，一个则是为了掩护白毛，以自己为诱饵闯入敌营。说到这，白毛也陷入了悲伤的回忆中。这时男主发现白毛少说了一个，那就是血术猴马尔库斯。可当男主询问白毛时，他却支支吾吾岔开了话题，以男主口渴为由帮他买喝的东西。然而就在白毛离开后不久，男主发现了一个会操控灵素的女孩，他还利用灵素改变了虚拟投影的画面。男主对她的技巧很是好奇，虽然女孩更吃惊男主竟然能看见自己的灵素，但他还是回答了男主的问题。只是断网了几百年的男主却根本听不懂女孩的意思，于是他只好转移话题，询问女孩是否听说过马尔库斯。结果女孩指了指远处的高楼，表示去那里就可以找到对方，他可是很有名的社长。男主就这样一个人去见了马尔库斯，并让他协助自己重建不死军团。但这话让对方只觉得好笑，他不屑地拒绝了男主。感觉受到侮辱的男主立马就要出手教训对方，可不料竟差点被马尔库斯的秘书一个拔刀斩送走。见状马尔库斯也没有责怪秘书，只是让他退下，接着又嘲笑男主变弱了，要是以前伤口应该能瞬间愈合，就凭现在这种程度还想重建军团统治世界，简直是痴人做梦。自己也没必要像你这样的废物俯首称臣，要是你愿意跪下来恳求我，那倒也不是不能拉你一把。試してみますか？スペルブレイカー。見て遅いですよ。バカ。なぜだ？原来马尔库斯研发了一种魔道具，将原本发动魔法需要的5个步骤缩减成只要选择和宣言就能发动，只要装上它，无论年龄种族人人都能学会。无垠畅无构建无展开的瞬发魔法，而且为了针对男主，他特意将魔道具设计成不适合高阶灵体，也就是说男主现在完全沦为了最底层，毕竟魔道具已经是人人皆有的生活必需品。男主很不解马尔库斯为何要这么做，可其实马尔库斯一开始就看他不顺眼了，痛恨他专断又傲慢，但偏偏各方面又在自己之上，在他手下做事，马尔库斯感觉每时每刻都在折磨。最后他也懒得跟男主继续废话，直接将其打了出去。ブラッドゥーボーン。かつての魔王という幻想はここに終わった。これからは私が真の魔王となる。好在拥有再生能力的男主没那么轻易死去，只是还没等他完全恢复，又不小心撞到小混混，被丢进了垃圾堆。好在白毛及时发现，把男主带回了家。他自责没有跟男主坦白，害他因此受了重伤。对此男主表示不是他的错，就算说了他也会为了真相去找马尔库斯。その方の真なる忠説、この目にしかと焼き付けさせてもらった。誠に大義であった。少女只因为天生不死不灭就被视为不祥，遭到身边所有人的排斥，被推入岩浆地狱。可就在这绝望的时刻，魔王之力将她从万丈深渊救起，不死恶魔们的最高领袖出现在她的面前，赞颂少女内不灭的灵魂犹如太阳般闪耀，伸出手邀请她进入不死族的世界，在魔王的庇护下奉献出她的一切。少女本以为这一刻会变成永久，却没想到魔王被勇者击败后沉睡500年，醒来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的发展。天生的魔王之力更是因为众生将他遗忘，连果腹的基础能力都无法维持，需要身为手下的少女提供1日3餐，但这依旧无法改变少女继续侍奉魔王的决心。自己就算打3份工也要养活眼前这个男人。随后两人准备外出买衣服，毕竟这身中二装扮实在太显眼了。于是马奇娜带男主来到了一处服装生成室，小助手为其选择了一身运动装，并为其定制了更加中二的魔王字样的内搭。男主看到后表示，这不就是为我准备的吗？设计这件衣服的人简直是个天才，殊不知仅是一次购物的经历，再次颠覆魔王对新世界的认知。现代人的脖子上都配有人机接口，电子支付和虚拟助手更是人人必备，可唯独不是配身为高级灵体的魔王。就是这样的他却还想为少女分担压力，决心出门寻找工作养活自己。这本是让作为手下的少女极力反对的事，堂堂魔王怎么能出去打工？可窘迫的现状又让他手足无措。不过能让他追随的男人又怎么会是废物？出去打工不过是再次征服世界的第一步。见着如今的主人依旧不改初心，少女仿佛看到500年前那无所不能的男人。但出去打工当牛马可与当魔王不同，出门前被再三叮嘱有问题就联系少女。
犹如老母亲第一次看着儿子出门工作，却没想到来到工作介绍所的魔王，在履历上将前世的经历写得如何天花乱坠，道出自己曾称霸世界以及开启乱世大战，可拥有500年空窗期和无人机接口的他，还是遭到工作中介的无情拒绝。回到家里的魔王终于认清现状，当年称霸世界的自己在这个时代毫无用处。好在家里还有个溺爱他的小母亲在，为了他约见了朋友一起出谋划策。结果等男主见到马奇娜的朋友后，发现她居然就是昨天发小黄片的女孩。两人因为同是魔王腐女题材的爱好者而相识。还好魔王对现代文化毫无了解，心思一味在好友那黑客专用的人机接口上，凭借魔王之眼就能瞬间明白其构造。不过回归正题，要帮助魔王找到糊口的工作，而当高桥听到男主想找到的工作是可以让社会广泛认识他的，那这张如花似玉的脸怎能不好好利用？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黑客好友脑中浮现。的魔王做梦都没想到，在他死后500年才出现的赛博世界里，竟然有着像主播这样有趣的职业，只因负面感情也会成为他所需的信仰之力。他就开始疯狂的与黑粉对线，短短2月半的时间里，他不仅积攒了上百万的粉丝，更是让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大幅提升。像是曾经一脚将他踢翻的小混混，男主也只是随手一记脑瓜崩，就硬生生将其打得生活不能自理。而就在不久前，男主其实还在为直播的事情而发愁，尽管他仅凭贤者技能就能轻松获取有关电脑的使用方法，但等真进到游戏之中却显得出乎意料的菜，哪怕是守门的小怪都能单杀他几十回。见此情形，短发妹不但没有失望，反倒是意外的兴奋，毕竟男主的美貌与超烂的游戏水平会形成反差，说不定他会意外的受欢迎。当然只是这样还远远不够，男主还需要有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开场白与口头禅，而这显然难不倒男主，毕竟他只要本色出场就够有特色。既然开场白解决了，那接下来就是了解有关直播的规则。首先是在前期要尽可能的每天坚持工作，就算直播间里连条狗都没有，那也要张嘴尬聊，不过其中也要注意言论，不然被网暴可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就这样在短发妹的鼎力帮助下，男主的直播事业也慢慢步入到了正轨。虽然每天弹幕里都是骂他装逼和菜逼的，但他却每天都笑容满面，毕竟无论是黑子白子，只要有人关注就会增长他的信仰之力，因此他不仅不会改变，甚至还会变本加厉的激怒黑粉。于是很快他就积累到了100万粉丝，而在这天他也成功通关了自己的第3部游戏。随后为了庆祝自己获得阶段性胜利，男主心血来潮的来到了外面逛街，没想到在这里他竟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人赫然是在500年前曾打败过他的勇者，而这对仇敌时隔数百年再次相见，两人却都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。原来在当年的大战之后，女神赋予了勇者不老的祝福，紧接着人类之间就爆发了内战，而勇者这个大杀器在被派上战场之后，砍杀了很多自己曾经保护过的人类。可笑的是，等到后来天下太平，勇者自己却成为了所有人类的公敌。自那之后，勇者便一边躲避追杀，一边流浪天涯，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。然而如今他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，或者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地。眼看勇者如此悲观，男主表示自己统治世界的理由其实是为了世界和平。然而勇者尽管经历了数不清的背叛，但他依然不打算接受男主的理念。不过就在他转身离去之时，他还是感谢了男主请个乌冬面。而就在回家的路上，男主意外撞见短发正在与一个壮汉纠缠，而好巧不巧的是，壮汉还是之前那个将他踹进垃圾桶里的混混。眼看他还想要对短发动手，男主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拳头，男主也只是随手一记脑瓜崩，就硬生生将其打得生活不能自理。经过询问，男主这才得知壮汉其实是短发雇的保镖，可没想到当天他竟然突然罢工了。不过也多亏如此，短发才发现自己身边竟然还有一个更好的人选。于是为了报答短发的恩情，男主也没多想就陪他来到了一座仓库之中。而男主的任务也很简单，那就是在引开守卫的同时，确保短发能够安全偷窃。魔王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穿越到未来世界，竟然做起了一名游戏主播。虽然魔王之前从未接触过这种工作，但他还是凭借超烂的技术吸引了一大批黑粉。仅仅2个半月，魔王就收获了100万订阅。曾经他因为信仰之力的丢失，使得魔王的实力大大减弱，而如今在成为一名网红后，魔王的法术已经是之前的术。就在刚刚，高桥带着魔王潜入一间仓库，而这次他要偷取的东西是一个盒。只见魔王嚣张地来到几名保安身前，紧接着他向几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本以为对方也是自己的黑粉，不料这时狐狸直接掏出手枪。魔王见此连忙使出强化魔法，正好趁这次机会他要测试一下100万订阅会增加多少信仰之力。魔王开始向几人发起反击，此刻他的速度已经是之前的数倍，仅仅2招半他就解决了为首的狐狸。虽然魔王清楚感受到魔力正在恢复，但这时他的状态远不及巅峰的1%。接着保安准备再次向魔王射击，但这时高桥突然入侵了他的新品。就这样魔王成功解决了保安，而这时高桥也被他的战力深深震撼。高桥本想拿到盒子后直接离开，不料下一刻魔王身前突然出现了意外，伴随着一声爆炸响起，魔王面前竟然出现了一只机器人。高桥见此瞬间意识到不妙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一只强大的魔导铠甲，只有上层组织才会有这种武器。高桥让魔王赶紧逃跑，但这时他竟然变得兴奋起来，显然刚才的保安并不能让他满意，所以魔王想要通过这次机会来测试一下100万订阅的魔力到底有多强。只见机器人率先向魔王发起进攻，无数光炮像暴雨一般将他笼罩。然而这时魔王直接沿着高架桥冲向空中，机器人见此连忙锁定他的位置，但下一刻魔王直接使出了攻击魔法，
本以为这次他会将机器人彻底击败，可等到烟雾散去，他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。果然区区100万订阅的信仰之力还远远不够，没办法，既然这样，魔王只能使出自己的全力。只见魔王先是召唤出自己的引剑，然而这时机器人竟然也切换到近战状态。就在双方武器触碰到对手瞬间，现场突然爆发出狂暴的能量，接着两人发起激烈的交锋。没想到魔王竟然能与机器人打得不相上下，本以为这场战斗会很难分出胜负，但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机器人竟然轻松斩断了魔王的手臂。魔王最终被机器人斩首。而这时他开始向总部汇报，本以为魔王的生命就此结束，不料下一刻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，魔王竟然又将自己的身体恢复。如此奇怪的事情吓得机器人连忙后退，而这时魔王体内再次释放出强大的魔力，只见他将手臂深入无尽的黑暗，下一刻一把锋利的魔剑从天而降。虽然现在魔王还无法发挥他的完整性，但即便这样，机器人也承受不住魔剑的力。只见魔王开始向机器人发起进攻，原本强大的他竟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，仅仅2招半，机器人就被砍成一堆废铁。接着魔王准备从他身上获取一些消息，但此刻机器人竟然摧毁了自己的芯片。就这样，二人有惊无险地拿到了盒子。高桥怎么都没想到魔王的身体如此恐怖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意识到自己得罪了一个可怕的赌镇，显然这种武器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出的东西。接着高桥开始检查盒子内的信息，没过多久他就破解了其中的密码。本以为里面会藏着有关宝藏的消息，但没想到其中记录的竟是抓捕不死不的名单。魔王见此也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，于是他让高桥带自己到委托人的家里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此刻艾九已经被人爱杀。魔王通过伤口判断对方正是在2天半之前遇害，并且此刻艾九的芯片已经被破坏，显然其中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接着高桥开始在艾九的房间寻找线索，很快他在桌子下方发现了一个开关。高桥见此连忙打开电脑，没想到里面竟然藏着一段提前录制好的视频。原来艾九早就察觉到了身边的危险，通过调查他发现整个城市之所以拥有无线电力和零锁，是因为建造了地下熔炉，他们通过燃烧不死族的灵魂为城市提供大量的电力和零锁，这也正是不死族被追杀的原因。据艾九调查，最先被丢入熔炉的不死族正是六魔侯杰诺尔。魔王看到这里，内心的愤怒已经到达了极点，但现在能拯救不死族的只有他自己，所以为了防止事态失控，二人只能选择暂时隐藏这个消息。之后高桥和魔王走出了公寓，他本想将这个消息告诉马奇娜，然而这时魔王竟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。猫少女身为魔王之下最强恶魔公爵之一，拥有支配一切火焰的不死之力，单单抬手间便能召唤无数火刃，贯穿面前阻挡他的一切事物。近战更是仅需触碰到对方的身体，便能用爆裂之炎将对手直接炸飞。可这次遇到的乃是同为恶魔公爵的叛徒，一度想代替魔王主人称霸世界的血魔，为此对战时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甚至预判到对方会安排帮手偷袭。可如今早已不是500年前的远古世界，仅是叛徒的一句强制关机，便让少女身上的人机芯片停止工作，被对方的手下一刀制扑。只因这个叛徒在这500年间为了代替主研发可以媲美魔王的人机芯片，自己更是拥有对所有芯片的绝对控制权。为此在这个崭新的世界，无芯片者无法与他为敌，有芯片者更是不能违抗他的命令。这一次更是将主意打到最后一名同僚身上，决定用少女内不灭的灵魂作为燃料，丢进燃料炉继续推动整个城市的发展。待到魔王得知这个城市的真相，赶回来提醒仅剩的白毛之时，却发现叛徒早已将他掳走。看着这些两人曾经生活过的痕迹，此时与白毛的回忆在魔王的脑中疯狂涌现。虽然在黑客好友的帮助下能快速得知叛徒的去向，但仅是这个无法植入芯片又失去力量的魔王，妄图救回被掳走的部下显然是天方夜谭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连现代黑客都陷入绝望。殊不知魔王心中已有合适的帮手，可就算是让这个远古魔王为其下跪，这位全家都被魔族杀害的勇者断不可能答应。如今魔王这副卑微的姿态只会让对方感到不解。虽然作为勇者也不愿看到人类的发展建立在牺牲他人之上，可如今若是选择救出白毛，那便是将整个城市的未来断送在即。但当勇者以为对方也在为此犯难之时，魔王却直言让他为难的是面前的勇者。没想到自己看中的男人居然如此懦夫。面对这种问题的回答，当然是我全都要。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，或许也只有面前的宿敌才将他视作勇者。也正因如此，只要有弱者在这个世界需要他的相助，那这个男人便会义无反顾地上前。就此2个500年的宿敌首次联手，可第一剑阻挡在他们面前了，却是被尘封多年的地下城。这是黑客少女为两人找到的唯一路径。不过这对于勇者来说只是家常便段，抬手间便能用魔力将整个地下城扫描。这一操作可是引来魔王的不快，这作弊技能真是对不起他这位地下城创造者。两人为此对如何攻略地下城产生分歧，这种紧要关头还在为了小事争执，过讨一顿骂真就是不痛快。可魔王的服软快的超乎勇者的想象，见着昔日的宿敌变化如此之大，直言若当年对上现在的魔王，或许失败的就会是自己。待两人来到燃料炉的面前，等待他们的却是叛徒最忠心的秘书。